祥云在福，岁岁来，财门常开，日日彩。小财神驾到，大家向我来许愿吧，1秒包实现哦！真的是小财神，我刚买一张彩票，求求财神让我中100万！嘿，实现了！真的是100万！嘿嘿嘿！让一下，让一下！小财神啊，奶奶不要钱，奶奶只想要我那植物人的儿子能醒过来，可以吗？要是实现了，我给你打造活人金身庙。这位奶奶一家身负大气运，财神爷爷说只要帮大气运者驱除穷病，我就能位列仙班了。好，包实现的。怎么样，可以实现吗？哼，不用法力，我也可以轻松完成任务。第一步，靠近目标人物。当然啦，包的，只要把财神一回家，你的儿子就可以醒过来了。所以奶奶，你想要这么可爱的孙女吗？看来是个无父母的孩子，只想找个家而已。我真是糊涂了，怎么真的相信他可以让阿渊醒过来？不过这孩子一脸福气，带回家或许真的能让阿渊好起来。好呀，那你就跟奶奶回家吧。好耶！哎呀，走了。财宝啊，虽然奶奶家里要破产了，可是你放心，奶奶家里剩的钱足够你衣食无忧了。唉，奶奶只想让你爸爸借你点福气，早点醒过来。奶奶，你真好，回馈财神的人都会得到财神好运加持哦。你家从现在起不仅不会败落，还会大富大贵哦。哦，是吗？那可真是托财宝的福喽。老夫人，天大的好消息，咱们公司跌停的股票忽然飙飞了，如今市值1000亿了。真的吗？最重要的是，躺了5年的植物人总裁醒了，现在已经出院了。什么？奶奶，这些都是给我的吗？当然了，从现在起啊，财宝可是我们霍家唯一的千金，霍财宝了。以后啊，你想吃什么，厨师都会给你做。谢谢奶奶，以后财宝肯定会让奶奶发大财的。我这大乖孙儿嘴可真甜，快吃吧。好的，奶奶。哇！阿渊呢？少爷出院后直接去公司了。你说这孩子病还没好呢，就这么工作狂吗？那你们要照顾好他。我这实在不放心啊。好，好。哎呦，财宝这么能吃呀！对不起奶奶，财宝很喜欢人间的食物，所以就贪嘴了。不打紧，这能吃是福气。财宝啊，你想不想要一个爸爸呀？爸爸也是吃的吗？哎呀，爸爸不是好吃的，但是呢，他能让你一直吃好吃的。那财宝要一个爸爸，吃好多好吃的。管家，把小小姐送到阿渊身边去。是。财宝啊，我告诉你，一会儿见到了爸爸呢，你就抱着他，不松手。他这个人呢，吃软不吃硬。好的，奶奶。奶奶再见。
财宝再见。嘿，嘿，啊，呵，嘿，嘿，啊，哦。天哪，霉运之气这么浓郁，看来他就是5行缺钱的目标人物。KPI， 我来了！爸爸，你是谁？我是财宝。奶奶说，以后你就是我的爸爸了。你给我放开！我不是你爸爸。我不是你爸爸。不要嘛，爸爸。财宝是吧？叔叔现在要打个电话，你先去那边玩，打完电话回来。喂，妈。儿子，看到财宝了吗？喜不喜欢？以后啊，她就是你女儿了。妈，没人能代替得了囡囡，而且我不会让任何人占得了囡囡的位置。阿渊，当年你因为囡囡和我闹，甚至发誓不娶媳妇、不生孩子，而且还出了车祸成了植物人。可如今我只想要子孙满堂，一家人平平安安，这不行吗？妈，对不起啊，是我考虑不周。阿渊啊，这财宝可能会阻止坏事情发生。这些年我们霍家发生的事情太多了，尤其是你，财宝可能帮助到你。妈，你还真是病急乱投医。他一个小孩能做什么？你以为是昆仑山上那个有求必应的送财童女啊？咱们啊，能找到囡囡的，也能找到送财童女。你一手打拼出来的霍家不会有事的。囡囡，爸爸一定会找到你的。爸爸，那我现在是你女儿了吗？现在不是，以后不是，永远都不是。哎，好的，老爸。嘿，老爸还挺关心我的嘛。你，老爸，干嘛？下去，回自己房间睡。看来这辈子都感受不到和爸爸睡觉是什么感觉了。当然了，也不会有爸爸陪着我看动画片的。毕竟财宝也不是爸爸喜欢的小孩子。油嘴滑舌，哪来那么多套路？上来吧。哦耶，老爸最好了。嘿，那我们一起看《喜羊羊灰太狼》吧。休想！我从来不看这么幼稚的动画片，赶紧回去睡觉。太好了，只要一直跟老爸贴贴，就可以把他身上的霉运驱走。等老爸彻底改命，我就是正式的送财童女了。如果囡囡没被偷走，也会这么对我撒娇吧？哇，好多好吃的呀！不愧是老爸，真厉害！奶奶说爸爸就是可以让我吃饱饭的东西，果然哎，有老爸真好。这孩子不会是被人贩子拐卖的吧？连顿饱饭都没吃过吗？老爸，这都是财宝的吗？对，谢谢老爸，我开动了。好，有老爸的感觉真好呀，终于能吃饱饭了。你家是不是嫌弃你吃的太多，所以才把你丢出来的？老爸好聪明呀，嘿嘿。
不过老爸怎么去哪里都坐车上呀？不经常走路的话，腿都会退化的。我生病了。哦，老爸，你这不是生病。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？老爸，这是被穷神穷鬼抱住了双腿。当你的财运受穷至极后，他们俩就会让你的健康受穷。你看，他们在你腿上抱着呢。你倒是会说鬼故事啊。老爸，其实我是送财童女，是住在昆仑山上的神仙，所以能看见穷鬼和穷神。神话里面都说呀，送财童女可以送走穷鬼跟穷神，你能送走吗？我当然能啦！我靠近老爸就是为了帮老爸摆脱穷鬼和穷神的骚扰哦。我要去上班了，你吃完赶紧休息。不嘛不嘛，我也要和爸爸一起去上班。好吧，那让管家带你去换身衣服，快去。好的，爸爸。整个公司都是穷鬼，乌烟瘴气，难怪老爸会是天下第一穷鬼。他挣再多，也都被这群小鬼搬走偷走，这辈子不受穷才怪。但这些小鬼是谁养的？财宝，老爸要去开会了，中午才会结束。你要是饿了的话，就给我打电话，我带你去吃饭。还有，不要乱跑，听到了没？好的，爸爸。这个季度又亏了300亿，又创下新高。下个季度如果还是这样，会再有一批人离开。顾总，不好了，我找不到小小姐了。什么？乱窜什么？被老爸抓住了。老爸，人家真的只是想替你送走穷鬼，但你这公司里头到处都是穷鬼，只有找到源头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人家没有乱窜。所以你就找到总经理办公室去了？那是因为我看见好多小鬼把老爸的财运搬走了，他们最后停在那里，我就站在那儿了。真没想到老爸的堂弟会害老爸。他怎么知道霍君临是我堂弟？这可是霍家的秘密，难道他真的会点玄学之术？老爸，你跟我来，我能让你的双腿马上站起来。嘿，怎么又到这儿了？有人把老爸的财运、气运、健康运都搬到这里来了，所以老爸，你需要在这里吸收一点，回到体内。财宝，我的腿可以站起来了。老爸，试试走2步。好。我到底在期待什么？他只是个孩子。没事的，财宝，很多主治医生都治不好爸爸的腿，你已经很棒了。不，老爸，我一定要把你的腿治好。这2个小鬼看到锐气都不肯松手，看来是被人下了死命令。我一定会让饲养者受到反噬。
你是说霍君临是害我的人？饲养的小鬼一旦攻敌失败，就会受到彻底反噬，轻则丧命，重则家破人亡。所以，霍君临也是被人算计了，否则他不会当这么危险的棋子。不清楚，不过呢，我可以采集一点锐气，再回去研究研究，就知道真相啦。老爸，你先出去，我要施点法事。好，那有事情就喊老爸。好，走吧。不管是谁偷走了我老爸的财运气运，我都要收回来。收。竟敢偷我的气运，小娃娃，你是找死！招穷帆，就是你帮坏人害我老爸。那又怎样？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要怪就怪你老爸仇人太多。财宝，财宝，财宝，没事吧？你怎么样啊，财宝？老爸，他就是对你施法害你的帮凶，他手里拿的是招穷幡，就是让你公司充满穷鬼穷气的罪恶根源。知道又如何？今天就是你们父女俩的死期。赵穷帆，穷鬼来！不许伤害我老爸！财宝不要！你有仙气庇佑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除非你是不好。有我在，别想把老爸的气运和健康带走。财宝，你怎么了？老爸，我没事，放心，你的气运都在这个里面，总有一天你的东西会回到你身上的。财宝，财宝，快去医院！财宝晕倒了。快去叫林主任。是。怎么样，财宝？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老爸，我没事。退烧了就好了。霍小姐退烧了，就是没有生命危险了。之前昏倒是因为失血过多和精力耗尽所导致，以后还是不要做一些危险耗力的事情。行，谢谢林主任。老爸，我已经将你的财运气运都夺回来了，以后这个招财金宝袋你要随身携带哦，这样霉运就会消散，气运就会一点点回来的。如果啊，这个是幸运、财运、健康运，那老爸要给你。老爸希望的是你能健康快乐的成长。还有，如果以后再发生这种危险的事情，不许挡在老爸面前，听到没有？可是财宝没有亲人，只有奶奶和老爸。财宝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们，要保护好你们。但这个是老爸的事情，不是你的事情。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，自己不准逞强。老爸，真的不是在心疼财宝吗？我当然心疼啊。老爸口嫌体正直，为我的召唤符破功了吧？霍财宝，财宝，财宝啊！哎呦，我的乖孙女，没事吧？阿渊，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把这孩子才交给你几天，这怎么就住院了呢？妈，对不起啊，是我的错，下次不会了。不过李主任说财宝已经没事了，您不要担心。我能不担心吗？我就这么一个大孙女，况且她还救了我的命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下不为例。切。不过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昨天不是还在外面度假吗？我听说这财宝住院了，就马上坐直升飞机赶回来了。我告诉你，这财宝要是在你手上出了什么闪失，我饶不了你。奶奶，别生爸爸的气了嘛，都是坏人太狡猾了，所以财宝没有逃走。老爸已经全力保护财宝了，他真的很心疼财宝。哟，这就护上了啊！看来啊，这财宝还是喜欢爸爸多一些。那奶奶好像是多余的，那奶奶还是走好了。好，奶奶，财宝可是你捡回家的，财宝当然更喜欢奶奶。如果没有奶奶，财宝肯定就捡垃圾吃。哎呦，你呀，你这个小滑头！但是呢，爸爸毕竟是个男人，他不会带孩子，那也正常。要不你跟奶奶回霍家去住吧？这……算了，奶奶，坏人虽然被打跑了，但是主谋还没抓到，我还是要守在老爸身边，帮他抓坏人，看着老爸站起来，然后再带着爸爸跟奶奶一起住。哎呦，财宝啊，你是说能帮阿渊站起来？当然啦，老爸的双腿被穷鬼和穷神缠住了，我必须把他们送走，不然的话，老爸的气运和财运就算回来了，也会再次被他们和底下的小喽啰偷走的。阿渊，你听见了吗？财宝刚才说能帮助你站起来。这么多年了，无数名医道士都救不了他，一个小孩子能治什么？财宝应该就是不想跟我分开，所以才这么说的。也是啊，这小孩子一时甜嘴的几句话，我怎么能当真呢？老爸，奶奶，我不是嘴甜，我认真的，只要把那两个小鬼送走，老爸的腿就可以站起来啦。那好啊，财宝，你就留在老爸身边吧，帮着老爸把穷鬼赶走。奶奶，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。当然啦，我也会替奶奶把霉运送走的。不过我目前还缺一个炼丹炉，研制驱霉丹速度较慢，所以奶奶需要等一等了。不打紧，奶奶呀，会等你的，财宝慢慢来啊。嘿嘿，阿渊啊，财宝大病初愈，你是不是应该买点什么东西补偿补偿他呀？我听说一会儿有个拍卖会，那个灵海大师生前最喜欢的一个赤血麒麟就在里边。这麒麟呐，最能庇佑子孙了，你买下来吧，庇佑咱们财宝。妈，你不要迷信。哎呀，这迷信不迷信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咱们讨个吉利，我们财宝多一些庇佑，不好吗？好，我肯定把这赤血麒麟拿到手。奶奶，拍卖会也吃好吃的吗？这拍卖会呀，不是好吃的，但是呢，这是个好玩的地方，你想不想跟老爸一起去啊？好玩的，呀！那就一起去。奇怪，这玉怎么今天不发光了？难道说我把霍成渊的好运都吸完了，所以才不发光的？那我现在岂不是天下第一好运人了？呀呼！妈的，谁拖的地呀？想摔死老子啊！我的屁股！谁买的椅子？质量这么差！
什么漏电啊！救命啊！这种不算太大的拍卖会，霍总竟然也会来。怀里那个可爱的女孩子是他女儿吗？据说他女儿丢失的时候才是个婴儿，这要是找回来了，不得开个发布会啊？所以应该不是霍千金。堂哥，你随便找个女孩代替囡囡，你也不怕你宠女狂魔的人设塌了呀？吃饱了撑的，敢管我的闲事？堂哥，我们可是一家人，替你操心不是应该的吗？还有大叔，你是不是住在厕所里呀？快要给财宝熏吐了，一张嘴就这么臭。小杂种，你说什么呢？够了！你要是再多说一个字，总经理的位置就别坐了。谁拖的地呀？这么滑！老爸，他浑身都是煞气，是之前躲你气运不成，遭到反噬了。等着瞧吧，他倒霉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直到死亡为止。以霍君临的智商，就算想出躲我气运的法子，也未必能认识会做法的人。倒是他父亲霍萧，霍沉渊之前留着你的命是为了吸收气运，如今你已经没用了，就等着被折磨死了。霍家迟早是我的老爸，还有你个小杂种，不会放过你的。欢迎各位来宾参加本次慈善义捐拍卖会。本次拍卖一共有3件，除了备受瞩目的赤血麒麟外，还有2件神秘拍品，更是奇货可居。下面拍卖会正式开始。好，下面展示的是我们今天的第1件拍品——赤血麒麟，是灵海大师生前挚爱的藏品，传说可以镇宅辟邪、庇佑子孙，想必大家也是为此而来。那么起拍价是1000万。这就是赤血麒麟，雕工确实可以，希望财宝喜欢。看来财宝很喜欢，那我一定要拍下送他。这可是开过光的婢子麒麟，我出1190万，我出1300万，1900万。霍总竟然看上了吗？那我们没戏了。霍总对怀里的小女孩还真舍得呀！这赤血麒麟顶天了就价值1400万，他开口就是1900万，我加1块钱，3000万，我再加1块钱。堂哥，你又没有亲生子女，买回去也庇佑不了这小杂种，不如让给我吧。你干什么？打狗啊！这都看不出来吗？打我？你恼羞成怒了吧？但你就是断子绝孙，能怎么办？的确，我比不上你未婚生子，野主成群。不过这里是拍卖会，是拼财力的地方。你要是觉得你能拼得过我，放马过来。好啊，那我就永远比你多1块，我气死你！爸爸，不用生气，他才没有野种成群呢。他不孕不育，断子绝孙，外面的那些孩子都是别人的种。小野种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不信就去检查呗。你是不是无精症？一看便知。就是，4000万。我再加1块。只有死人的陪葬品才会滴血认主，谁要是强行夺走陪葬品，轻则丧命，重则满门灭绝。我可不能让老爸沾上这个邪物。老爸，把这个东西让给他吧。没关系，老爸有钱。主要是这个麒麟是陪葬品，拿回家会满门灭绝的。什么？真的，这个麒麟泛着暗红色的光，那是怨念极强的恶煞之气，
持有者必遭反噬。都说几岁的小孩子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邪祟，或许财宝说的是真的。好，那就让给他。可是他欺负老爸，你就这么让给他了？这样老爸会落下风的。所以我要帮老爸报仇。霍氏集团是我老爸白手起家挣出来的家业，所以我老爸每次加价都是1000万。像你这种吸血虫就不一样了，哪怕是在我爸爸的基础上多加1块钱，也汗流浃背了吧？小野种，你瞎说什么呢？如今霍氏也有我家的股份，可不是霍尘渊一个人的。那又怎样？那也是你爸爸的钱，跟你这个穷鬼有啥关系？嘿，你有本事你也像我老爸一样豪横，每次加价1000万起步。你，哼，没钱装什么阔？连我老爸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的废物，4900万。怎么，你又是只敢加1块是吗？好，这么喜欢加价是吧？那我就把东西炒出天价，看看得不偿失的人究竟是谁。5900万，7000万，8000万，8000万了，9000万，1个亿，1个亿呀！天哪！恭喜你呀，冤大头！我不要了。小三叔，你说什么？怎么，没钱了？没钱装什么逼呀？我1亿1次，1亿2次，1亿3次，成交！恭喜霍君临先生获得我们的赤血麒麟。混蛋，你坑我1个亿！这叫姜太公钓鱼，笨蛋上钩。你怎么，1个亿都没有？你来什么拍卖会？就是。霍君临迟迟不上去拿拍品，不会是不想要了吧？这可由不得他，除非他想在龙城丢尽脸面，信誉尽失。霍君临先生，如果您违约的话，也需要支付拍卖价的1半作为违约金。谁说我不要了？我只是让某些穷鬼好好的羡慕羡慕，毕竟不是谁都能够拍下藏品的。的确，不是每一个人当了冤大头之后还能沾沾自喜，蠢得无可救药。就是。小杂种，你给我把嘴闭上！张嘴！霍尘渊，你凭什么打我？就凭我已经警告过你，你要是再蹦出那3个字，总经理的位置你别坐了。现在这些惩罚是远远不够，这几个巴掌是你应得的。霍尘渊，霍氏也有我家的股份，可不是你一个人的。而且这5年来，公司年年亏损，要不是我爸和我，你早就破产了。随便你怎么往自己脸上贴金，我告诉你，我拥有80%的股权，这就是一言九人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被开除了。什么？不可以，不行，我是不会离开霍氏的。你再说的话，我让你爸也滚出董事会。霍君临，我劝你最好别祸迹满门，否则你爸饶不了你。好了，这件拍品就此结束。下面有请霍君临先生上台拿走赤血麒麟。霍君临先生，您拿走拍品是不需要朝我下跪的。这是你做的？谁叫他不积口德，还欺负我和老爸，这是他应得的。老爸，你不要把他的话放在心上。等你把锦囊里的气运完全吸收后，不仅会恢复健康，你的公司也不会亏损啦。好，那老爸就借财宝吉言了。霍尘渊，你别得意，还有2件藏品呢，这次我一定把握好时机，坑你一把大。那接下来就开始拍卖今天的2件神秘拍品。由于拍品的特殊性，需要藏家拍下后才能展示。这箱子不开，不就等于开盲盒吗？就是啊，这箱子里面是宝物还是废物？
风险太大了，是不是想耍我们？大家放宽心，这绝不是耍大家，因为这2个箱子是从海底鼓楼捞出来的。海底鼓楼，就是那个位于沙漠中心3000年前中原最富裕的小国。要真是这样，这个箱子里面可都是天价古董啊！是的，所以鉴于某些藏家并不愿意公开天价古董，所以需要先拍后开。财宝，你是不是饿了？老爸带你出去吃点东西。老爸，我们买下那个箱子吧。那个破破烂烂的，就是那个。那金箱子要不要？不要。财宝，你是不是算出里面有什么东西来了？这还用算吗？那木箱子如果没有宝物保护，早就泡成豆腐渣了。那金箱子有不少损坏的痕迹，就算里头有好东西，也早就被泡烂了。好，那就买那个深藏不露的木箱子。捡来的乞丐就是上不了台面。这木箱子跟新的一样，很有可能啊，就是弄虚作假。金箱子有损耗，证明真是从海底捞上来的。哼，那你先把这个金箱子拍下来再说吧。穷，你……那接下来就开始拍卖今天的第2件藏品了。这个木箱子起拍价100万。这种崭新的木箱子，就算是顶级的工艺，也不值100万。我看有哪个蠢货会上当？就是啊，100万买那个金箱子还差不多。是啊，这金箱子融了，黄金还能回点血呢。1000万？什么？1000万？一个破箱子能够卖100万已经够离谱了，没想到霍总更离谱。霍晨渊，你疯了吧？花1000万买这个破箱子，就为了装逼？我有钱装，你有吗？就算那个木箱子里面没有东西，那个遇水不烂的箱子也比你那个破麒麟值钱。只要财宝喜欢，无论里面能不能开出来好东西，我都会再追加4900万，以财宝的名义捐赠。霍总啊，霍总这是名副其实的宠女狂魔啊！哪怕是养女也这般疼爱。像霍总这样的大好人，能够当他的女儿，真是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老爸真好，财宝爱你。老爸也爱你。霍晨渊，你竟敢为了一个小杂种欺负到我头上来！那一会儿我就让你们丢尽脸面。1000万1次，1000万2次，1000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霍晨渊先生获得鼓楼木箱。等一下，虽然这木箱子需要拍号才能打开，但是我们都是验资进来的客户，有这个知情权的吧？是啊，霍总，就让我们一饱眼福吧。是啊，霍总，我们陪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您就打开来让我们看看呗。主持人，你哑巴吧？就算是赌石的话，也是现场切开，何况一个破箱子？但这个箱子已经是霍晨渊先生的了，所以得经过他的同意才行。财宝，你想不想让他们去看里面是什么？如果不想的话，老爸就把箱子直接带走。当然可以啦，正好让大家来看看我老爸有多英明。感谢霍晨渊先生和霍小姐的慷慨，那咱们就等这个金箱子也花落人家之后再一起打开吧。下面金箱子起拍价490万。这么大的金箱子，就算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几千年前的金子可是非常准的，提炼出来的价值恐怕一早就超过了490万。我出1000万。这样的箱子里面肯定装了很多好宝贝，我出1900万。3000万。这个箱子要吗？这金箱子泛着黑气，里面肯定锁了不得了的东西，一旦拍下就认主了，那里面的东西会阴魂不散的。坏东西。那金箱子外面用红线墨斗缠住了，里面一定有坏东西。既然霍君临这么想要，那就让他拿走好了。好，都听财宝的。既然没人再加价，那就恭喜霍君临先生以3000万的价格获得鼓楼金箱。既然2个箱子都拍完了，那就开箱吧。啪啪打脸的时候要来喽！为了让
让大家开箱更加尽兴，我们临时请来了华国第一鉴宝大师丁权。乾坤未定，你我皆是黑马；闹钟一响，你我皆是牛马。大家好，我是丁权，今天临时接到邀请来赏宝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接下来有请箱子的主人们打开这2个箱子，让大伙看看你们的宝贝开不开门。是开门上，是真不开门上。你是说丁权吗？你是说丁权吗？对，就是他。没想到他又来到人间当鉴宝师了。下面有请2位箱子的主人上来开箱。去吧。老爸，等着好消息，我一定会给你开出一堆大宝贝的。不要紧，你开心就好。开门上，开门上！小祖宗，别再这样叫我了，我就是偷偷来人间玩几天，别暴露我的身份呐。好吧，那你一会儿可一定要好好帮我鉴宝，狠狠羞辱那个坏蛋。放心，他的东西要是假的，我一定让他颜面尽失，为你出镜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你们俩说什么呢？是不是怕待会儿开出一堆破烂，开始卖惨博同情了？想让大师给你开后门？这位先生，这小丫头可不需要让我给她开后门，我丁权也不会开后门。而且我敢断言，你选的箱子一定不如她的值钱。你凭什么这样说？你有透视眼啊？我没有透视眼，我只知道她的眼睛从不会有错。就算你给霍尘渊面子，把他吹上天，到时候木箱里面开的全是破烂，那你把他的面子也捡不起来。你的箱子里才是一堆破烂。还在嘴硬？那行，我们来打个赌，如果谁箱子里的东西最不值钱，就跪下学3声狗叫。欺负一个小孩，你还要脸吗？老爸，不用担心，狗叫的人是他。一言为定，开箱吧。红线缠棺，这哪是什么金箱子，分明是金棺材。好多宝贝啊！天哪，这简直太开门了！除了无数珠宝外，居然还有招财4件套、5帝钱、貔貅玉、金元宝、财神像。这也很开门啊！居然是带煞招穷4件套，破衣、破鞋、破碗、破橱柜。这不是乞丐套装吗？简直笑死！幸好我没跟，不然啊，我可就损失3000万了。真后悔没拍下来那个木箱子，居然开出了这么多宝贝，这赚翻了。傻子才会卖掉那些招财镇宅的宝贝呢，随便一个拿出来，就价值上亿了。我花了3000万，怎么就开出个穷鬼套餐？他只花了1000万，怎么开出这么多宝贝？老爸，你看，我开出了招财镇宅的套餐，你和奶奶时来运转的机会来了。财宝真棒，这串5帝钱简直太开门了！不就是5帝钱吗？大惊小怪。普通的5帝钱虽然难得，却也不稀奇，但是这串5帝钱竟然是祖钱。祖钱可是每代帝王铸币时候的第一枚铜钱，据说其中还有帝王之气。而且祖钱一般是由帝王收藏起来的，由于其唯一珍贵性，一枚就价值数亿，且有价无市。那霍小姐这一串5帝钱岂不是价值数十亿？天哪，她简直赚翻了！天哪，这居然是徐福炼丹炉！传说中徐福就是用这个炼丹炉将灵芝草炼制成仙丹，虽然没能让始皇帝飞升，却也让他延年益寿了10年了。那有了这炼丹炉，岂不是能无限延长寿命？这简直就是稀世珍宝啊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虽有这炼丹炉，但又有谁会炼丹呢？本来还在愁奶奶的霉运和老爸腿上的穷鬼怎么更快送走，有了这炼丹炉，驱邪辟邪的丹药不是随手就来吗？太宝，在想什么呢？好开心，我们马上就有好多宝贝了。那个坏叔叔要捣蛋没啦？招穷4件套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坏家叔注定要从此连续10世都要穷困潦倒了。顶级白玉貔貅一价值3亿，祖钱100两大金元宝一个，价值10亿。
唐朝时期纯金铸造一尊八方来财财神像，价值19亿。19亿！全哥别念了，再念下去，霍俊林先生就要原地飞升了。霍君临先生，可先别急着飞升，你这些宝贝也是不可小觑的。你说真的？哎，我这些东西是不是有高人穿过？比如活佛济公套装？不，这是正宗的穷鬼四件套，其自带煞气招穷。你拍下这些东西，就注定要连续10世受穷，而且还会祸及你这一世的家人，真是甩都甩不掉了。放屁！我看你就是他们请过来气我的托，而且开出一箱子宝物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么多宝贝放在一起，分明就是陪葬品。嘿，晦气！这话可说错了。海底鼓楼曾经遭遇洪水淹没，百姓们早就搬走了。这些东西显然是来不及带走，沉到海底。沧海桑田后，那片海干涸了，这才出土。说到陪葬品，你那个麒麟便是。什么？林泉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这明明是临海大师生前最爱的摆件，怎么会是陪葬品？既然是大师生前最爱的，那死后便要带走。临海大师下葬的时候，还有网红直播过的，可以回去看看有没有陪葬这个东西。陪葬品竟然也会流入拍卖行，简直晦气！就是谁敢把这个东西往家里放，简直就是招阴呢。幸亏啊，被霍君临那个倒霉蛋拍下来了，不然丢了这东西也觉得晦气。这个傻蛋花了1亿买的招阴麒麟，又花了3000万买了4件破烂，简直是拍卖行的笑话呀！全哥，你再给我看看，我这些怎么可能是破烂？麻烦你离我远一点，好吧？这些东西你拍下的时候就已经认主了，3天之内必然破产，并且沦为乞丐，所有靠近你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寻常人拍下东西，顶多就是亏本，你却沾染招穷4件套，连累10世受穷，这就是报应啊！报应？什么报应？我凭什么遭报应？你这人身上残留一点大富大贵的气运，但这是你抢了别人的运，现在别人又夺回去了，所以你拍到这招穷4件套就是反噬的结果，这就是报应。好了，今天的鉴宝就到此结束了。恭喜霍小姐获得极品藏宝箱。霍总、霍小姐，恭喜你们得到这么多好宝贝，但是能不能卖我们几件？如果可以割爱，我们愿意出高价。这些东西都是财宝的，财宝如果想卖，那咱们就卖。里面有很多值钱的东西，全哥最会鉴宝了，让他来帮我们卖吧。不过那个徐福炼丹炉和招财4件套都得留下，这是我送给爸爸和奶奶的东西。送我们的？对啊，我说过我会帮奶奶送走霉气，帮爸爸送走穷鬼。有了这2个东西，爸爸就能站起来了。好，都听财宝的。财宝，听说你要让我给你卖这批东西啊？对，我们到时9一分，你可是要帮我办一个好价钱呀！哎呦，小财宝，你放心，你这批东西啊，价值连城，随便拉一件出来都是祖师爷级别的文物，价值过亿。这一箱子啊，至少1000亿啊！恭喜霍总喜提1000亿，真是大富大贵啊！这箱子是霍小姐拍下的，应该是霍小姐慧眼识珠，财运过人呐。对，都是霍小姐给霍总带来的好福气。霍总这个养女真是太厉害了。自从5年前老宅换了风水地区后，我就一直亏损，5年时间快要把老本都亏完了。如今收养了财宝，拍个东西竟然就赚了1000亿。财宝，遇到你呢，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有老爸和奶奶也是我的福气。什么？这里面东西价值1000亿，而我花了1亿3000万，只得到一个陪葬品和4个招穷破烂。老爸，财宝饿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好，老爸带你去楼上最好的包间里面吃好吃的。
霍总，海城的副总竟然也来了，咱们要去打个招呼吗？副总极有可能是带着咱们公司一直想要得到的那个新项目一起来的。副总从来不跟龙城的公司合作，尤其是不跟风水不好的合作。我们公司这些年也出了不少事情，都快成行业笑话了，我就不去自取其辱了。可是霍总，您现在有小小姐了呀，万一小小姐忘你呢？还是去试试吧。刚刚跟副总也对上眼了，不去打个招呼也不太好，去打个招呼再去吃饭吧。刚才那副总面有黑气，是家破人亡、孤独终老的预兆。不如一会儿帮他算一卦，破解破解，再促成他和拜拜的合作，给老拜增加一点财运。副总，好久不见，这气色越来越好了。霍总，你也是啊？哎，这位小朋友是？这是我的女儿，叫财宝。傅叔叔好。真可爱。霍总的福气真好啊。不好意思啊，霍总，我家里有一点急事，失陪了。傅叔叔，你应该先去医院看老婆孩子，否则就要家破人亡、孤独终老啦。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副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女儿之前就喜欢研究一些神神鬼鬼的东西，如有冒犯的话，请你海涵。傅叔叔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如果你不去医院救老婆孩子的话，他们会一尸两命的。你直接回家就会造成这个后果。这小孩怎么知道我要回家？财宝，你刚刚说叔叔的老婆和孩子会一尸两命，那叔叔的孩子有多大呢？副总，这小孩子的话不能听。1个月了。1个月根本不显怀，除非去医院查，否则根本看不出来。但这也很容易成为这孩子骗人的借口。我马上回来。傅叔叔，是不是有人和你说借住在你家的女人溺水昏迷不醒，叫你赶紧回去？你怎么知道？小宝，你听得到我电话的内容？这么远，谁能听得到呀？我是算出来的。傅叔叔，是不是借住在你家的女人出现后，你和你老婆的关系是不是越来越差了？是，她是我的救命恩人。3年前，如果不是她救了我，我早就死于那场车祸。她无家可归，后来住到我家里。3年前，明明救你的是你老婆，怎么会是她呢？什么？你说救我的是我老婆？你老婆她不会说话，所以她没告诉你。现在她正好在医院，可以让林主任帮她修复好声带，这样她就能告诉你真相了。她不是天生的哑巴，只是声带受损，还可以治疗恢复。那好吧，财宝，如果我老婆能说话，我一定好好感谢你。哎，副总，如果你发现救命恩人真的是你老婆，那你该怎么对待那个骗子？他冒领功劳，我要他死。那你自己呢？你就没有错吗？我也有错，是我让我老婆受了太多的委屈，余生我会用生命补偿的。财宝，谢谢你救了我老婆孩子，要不是最后我赶过来，我老婆孩子肯定要一尸两命。傅叔叔，不用客气，你老婆是旺夫命，只要你好好对她，以后就会顺顺利利。哎，我会的，放心吧。霍总真是好福气，我要是有财宝这样的女儿，我一定把她捧在手心。傅叔叔，你放心，9个月后你的愿望肯定能实现。接你吉言，财宝，我要好好的感谢你。把东西送过来。财宝，这个纯金的大元宝我送给你，希望你一生富贵无双，永远开心。听闻贺老夫人近年来运道不佳，睡得也不是很安稳，希望这一块开了光的翡翠玉佛
能够让老夫人安稳许多。哇，这块翡翠玉符是供奉在福禄寿三星庙超过10年的宝贝，奶奶要是戴上，不仅富贵无双，还会长命百岁。副总，您太客气了。霍总不必客气，这都是应该的。霍总，这是我们公司最大的项目，希望能跟霍总合作，一起取得双赢的结果。副总，我这几年的运气实在是不好，而且生意也都……人这一生啊，一运二命三本事。霍总要是没本事的话，也撑不到如今。况且现在还有这么旺夫的一个女儿，一运二命都回来了，霍总注定再次崛起，闪耀群星啊！那就借副总吉言，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财宝，谢谢你，你的出现让老爸整个世界都亮了。老爸不用客气，等财宝练出辟邪转运丹后，就可以把穷鬼穷神都赶走啦。到时候老爸的腿就可以站起来啦。奶奶，哎呦，财宝回来了，这趟财宝辛苦了。有没有拍到你喜欢的那个麒麟啊？那个麒麟不干净，我们没要。不过我们遇到了意外之喜，这是傅叔叔送给您的翡翠玉符，可以保佑您长命百岁，富贵无双哦。哎呀，这块玉符看起来价值不菲呀。可是那个傅叔叔是谁呀？是海城的傅叶辰副总，财宝帮了他一个大忙，他送了我们霍家3份大礼。哎呦，财宝啊，你可真是奶奶的福星哦。妈，您怎么突然过来了？我最近听说啊，这昆仑山上下来一个财大师，说他不仅能到处为人消灾解厄，还能给人看疑难杂症。我听说啊，这得了癌症的人都治好了，还发了小财。我已经派人去请了，回头让他来看看你的腿。奶奶，我也能治好爸爸的腿。哎呦，好，好，好，那就一起救老爸，好不好？奶奶，你看，差点忘了这个宝贝炼丹炉，有了这东西，老爸的腿就可以站起来了。真的吗？当然啦，奶奶，老爸，我先回房间炼丹啦。哎呀，这囡囡要是还在，一定和她一样贴心讨喜。就算楠楠被找到了，财宝也是我的女儿。财神爷爷，我好想你啊！小财宝好啊，下凡历劫的感觉怎么样？开心吗？很开心，我被很好的爸爸和奶奶收养了，他们给我好多好吃的，他们对我很好。是的，要不然霍家哪来那么多意外之财？要不是你，他们早就破产了。那财神爷爷找我，就是为了看我的工作进度吗？当然不是，财神爷爷每年有 KPI 要完成的嘛。我下凡呢，要给100万个凡人赐财。我的工作呀，可都在龙城。过几天我去看你哦。哇，谢谢财神爷爷，那你来了，我一定带你吃好多好吃的，财宝请客。好，好，好，财神爷爷等你请客哟。好的，财神爷爷，那我们回头见。回头见。那我要抓紧时间练出辟邪转运丹，让老爸和奶奶的霉运早点消失。等财神爷看我时，一定会夸我很优秀。这么快就完成任务啦！嘿，财宝啊，还不出来吃饭吗？你这都3天没出门了。财宝，财宝，你要是醒的话，你就吱一声，不然的话，爸爸就让人把门砸开了。
财宝，财宝，财宝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你不要自己扛着，出来跟奶奶说说。妈，你让一下，我把门撞开。财宝可能出事了。哎呀，老爸、奶奶，怎么看起来你们一脸着急啊？哎呦，我的心肝宝贝，喊你怎么不应声啊？你看这都3天了，叫你吃饭你也不出来，奶奶急的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呢。3天了，你在房间里面做什么呢？不好意思，我炼丹太专心了，没听到动静。不过我的辟邪转运丹已经炼好了，奶奶的霉运马上就可以去除了，缠住老爸的穷鬼也会慢慢受不住丹药的力道。奶奶、老爸，你们吃上一颗吧。哎，妈，这丹药可不能乱吃，财宝还是个小孩子。阿渊，你忘了，要不是财宝，你今天能得到那么多的好处。我相信财宝不会害我，你不吃，我吃。哎，我怎么现在觉得浑身非常的舒服，也不像从前那样觉得心口堵得慌了。哎，阿渊啊，你快吃一颗吧。妈，我的左腿。哎，阿渊，你能站起来了！哎呦，阿渊，没事吧？你感觉怎么样？我的左腿已经有知觉了，应该是在轮椅上面的时间太久，所以没有办法直接站起来。真的吗？这太好了！财宝啊，谢谢财宝了，真是谢谢你了。哎呀，奶奶放心，等我炼出10颗丹药，老爸就可以彻底站起来了。10颗？那这炼10颗要炼多长时间啊？5年啊！哎呦，原来这炼丹还是个费事的事儿啊！不愧是仙丹啊！没有这么长时间，5个月？真的吗，财宝？那我们财宝可真是太厉害了。是14天啊，奶奶。我3天可以炼2颗丹药，我14天可以炼10颗丹药。14天？主要现在灵气比较薄弱，即便有了炼丹炉，也不能很快批量炼制，但14天很快就能过去了。老爸，你再等一等吧。老爸当然等得了，财宝，谢谢你。这要不是有你啊，老爸这辈子都没有办法站起来。老爸放心，有我在，你一定能站起来的。而且敢跟你下咒的人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对，要是能抓出那个主谋，我也不会放过他。奶奶，那如果主谋是霍君临怎么办？他也是奶奶的孙子。如果真是他，他就不是霍家的子孙。况且我们和他的爸爸霍萧已经不是一个支脉上的了。这个霍君临啊，他不但是私生子，而且他也不是我霍家亲生的。他是哪门子的霍家人呢？不过，如果是霍君临的话，我们应该给大伯留点面子，毕竟他为霍家做出的也不少。他儿子是混蛋，但是他晚年还有人照顾他。好，那就到时候再说。我倒希望这个霍君临能供出他的主谋，不然我饶不了他。谢谢你，财宝。他以自己性命为代价，也要夺走老爸的气宇。霍君临要么是被骗的，要么是心甘情愿的。但不管是谁，懂得五鬼搬运诀的人都不简单，一定要小心为上。妈，
这次刚好祭祖，咱们把财宝的名字也写进族谱吧，这样以后他就能名正言顺地继承我的一切。这个当然。财宝啊，你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名字啊？这财宝只是你的小名，对不对？财宝就喜欢财宝这个名字，那财宝可以叫霍财宝吗？当然可以了，财宝开心最重要。财宝，进去之后要叫大叔公，大叔公人很好的，跟你堂叔霍君临不一样。是啊，你大叔公呢是个清心寡欲的修道之人。5年前你老爸病后，一直都是他在帮助，要不是他，你老爸的情况可能比现在更糟糕。这大叔公是修道之人，还看不出坏大叔窃取老爸的运道，要么是道行太浅，要么是同流合污。财宝，咱们进去吧，大叔公还在等着我们呢。好。奶奶，这屋子的布局是谁布置的？这个呀，是你大叔公亲自布的局，多少人见了呀，都夸他了不起。这个呀，可是最完美的聚财风水局呀。确实很完美，但这聚财风水局是用来提取家人财运的，看来这大叔公并不是好人。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而且这满屋子的运财小鬼乱窜，说明小鬼的主人也在这儿。一会儿我得找到这个人。财宝，在看什么呢？我没在看什么，奶奶。弟妹啊，侄儿都来了。大伯好。大哥。大叔公好。这是财宝吧？真可爱啊！听说你在拍卖会上帮阿渊赚了1000个亿，这下可好，就挽回了他1年的损失了。是啊，这财宝可是我们霍家的大福星，自打他来了以后，我们霍家都转运了。这真是天佑我霍家呀！大叔公，听说这祖宅风水都是你布置的。是啊，不过我是靠一个道士朋友指点才布局的。别人指点的，那他也有可能不是凶手，但指点他的人一定是凶手。大哥，你看，这也难得聚一聚，一会儿就要祭祀了，你帮财宝上个家谱吧，一会儿我们一起祭祖。好啊，好啊。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儿，才废了他的双腿，还断了他的子女宫，竟然提前生了一个女儿。这个孽种，休想跟我抢家产！谁在那儿？老夫人，大少爷有女儿了。难道是那孽种？这玉仙鹤呢，是我一个道士朋友从昆仑山上求来的。据说谁带了它，谁就可以百病消除，或许对你的腿疾有好处啊。谢谢大伯。大叔公，这玉仙鹤真的是你从昆仑山求过来的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我只是好奇，昆仑仙山什么时候也开始卖尸油地狱这种东西了？尸油地狱
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大叔公不是修道之人吗？不如给我们解释一下。我这是半截身子快入土了才修道的，算是个半吊子，可从来没听说过呀。还在装傻？那我来戳穿你。石油地狱就是说用尸体泡出来的油，然后浸泡这块玉，再雕刻成仙鹤的模样，看似救人，实则害人。这么可怕呀？是啊，好可怕啊！所以不知道是大叔公的意思，还是大叔公倒数朋友的意思。这当然不是我的意思，或许是我的那个道士朋友被别人给骗了。大妹子，侄儿啊，我这好心差点办坏事儿，这个你们不会怪罪我吧？哎呀，怎么会呢？你这也是无意之失。大伯，没关系，这也只是无意之举，不碍事。老爸，既然大伯这么不懂风水，那他的朋友也有问题，那咱们祖宅的风水就改一改吧。虽然这风水局聚财，可是窃取家人的运道，是邪派风水局。行，那就听财宝的。大叔公也不会介意我弄一个真正的风水局吧？当然，当然。你去给我拿一盘玉石过来。这批玉石是吸收了天地灵气，把它们放在不同的位置就可以辟邪。放在客厅为主石，邪祟不敢入主堂。放在门外为守将，邪祟不敢入家门。放在财神手中玉，八方来财又来运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财宝可真厉害！哎呀，财宝！妈，大元2-0，我们去医院。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小孽种，你的死期到了。慢走啊！哎，老板，这多少钱呢？快，心里一凉，难道小宝出事了？是啊，不好，小宝遭小鬼暗算了。老板，不用找了。小宝，我来了，爷爷来救你了。妈，大元2-0，我们去医院。富贵平安，这不是当年那个女婴脖子上的长命锁吗？还真是他呀！当年谁都没见过这个孽种，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是阴招了。都是我不好，你说我怎么能让一个这么小的孩子去布局风水呢？他这肯定是被邪祟给攻击了。都怪我没有保护好他。财宝，你快醒过来，爸爸愿意替你受所有的痛苦。老夫人，霍总，你们不必这样的，这孩子没有中毒，他只是严重贫血导致昏迷，多补补血就好了。是吗？哎呦，我可怜的财宝啊，这是挨了多少年的饿呀！以后啊，奶奶一定盯着你，多吃多喝，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啊！都怪我，是老爸没有照顾好你。财宝，你快醒来，老爸带你去吃你所有爱吃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对了，霍总，你之前要我多留意医院的新生儿情况，我发现小小姐的情况和之前丢失的娜娜小姐的情况一模一样，都是青光血、贫血，还有胎中带毒。什么？财宝在我刚捡到的时候，他确实是无父无母，而且他跟他妈妈打电话过来的时候说的一模一样。难道这财宝真的是我的亲孙女儿？财宝，
你快醒醒，财宝，你快醒过来！对了，林主任，你赶紧去把财宝的血样和阿渊的血样一起拿去做一个亲子鉴定。好。哎，我接个电话。财宝，你醒了。对不起，老爸，让你担心了。没关系，醒过来就好。我的金锁呢？糟了，真不见了。老爸，你有没有看见我的金锁？霍尘渊，我马上就要死了，奶奶已经送到你门口了。她身上挂着长命锁，锁后面写着富贵平安。她是熊猫血、贫血、早产、胎中带毒，身子弱，你要保护好她。喂，永别吧。你是谁？你在哪里？我可以救你的。喂，喂，金锁？难道她真是楠楠？财宝，你那个金锁长什么样子？是你妈妈给你留的遗物吗？我没有妈妈，这是财神爷爷送给我的。财神爷爷说，只有完成3个任务，铜锁就能变成金锁。铜锁，看来不是楠楠。没关系，应该是拉到老宅子的弄堂里面了。老爸派人去帮你找一下。哎呦，财宝，财宝，你终于醒了，你可吓死奶奶了。对不起，奶奶，都怪我大意了，才被那个邪恶的财神像给偷袭了。你们赶紧把它扔掉，不然家里会不宁的。好，好，好，奶奶一会儿就派人去老宅把它丢了。对了，儿子，刚才昆仑山上的人打电话来说，这个财大师已经到我们龙城了，可是他老人家还没有答应上门来给你治腿，你再耐心等等啊。没关系的，不着急。奶奶，不用等什么财大师了，等财宝出院了就能炼丹，半个月后就能救老爸的腿啦。好，好，好，那都听财宝的。不行，这财宝的身子还没有恢复，这种劳神的事情，财宝不许做。好吧，那财宝再休息2天再做。小财宝，财神爷爷，哎，小财宝，财神爷爷，财神爷爷，胖喽，抱不动喽，抱不动喽。哎呀，这脸还是很难看呀，看来还是伤着了呀。财神爷爷，都怪那个养小鬼的臭道士，他的眼睛里面还有一个小鬼，害我被偷袭。财神爷爷帮我报仇。放心，财神爷爷这次来呀，就是帮你报仇的。嘿嘿，谢谢财神爷爷。对了，财神爷爷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奶奶，这是我的爸爸。财神爷来了！臭道士，你快放开我！我要跑，我要跑！老先生，您是财宝的爷爷吗？您这来是要带走财宝吗？哎，财宝跟你们有缘，能被你们收养，它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我来呀，是看一下财宝。我不是财宝的亲爷爷，只是看着他长大而已。那就好。难怪啊，财宝叫财宝，原来财宝的爷爷叫财神爷爷。讨个寓意而已，寓意而已。那财神爷都到我们霍家了，那得留几日。财宝喜欢您，我们霍家更喜欢您，而且您过来了，财宝的身子应该也会恢复的比较快。我来就是为给财宝出气，那东西在霍家，我便除了他再走。好啊，那就打扰了。财神爷爷，您刚才盯着我儿子的腿看，是有什么不妥吗？没什么不妥，小问题而已，只是他的腿被穷鬼缠住了。回头我让财宝来解决掉就可以了。哎呀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那谢谢了。差点以为财神爷是财大师，不过他出口也这么神神叨叨的话，那就绝不可能是财大师。而且他要是财大师的话，那财宝岂不是财大师要下山寻找的送财童女了？天下哪有那么巧的事啊！财宝啊，我和爸爸先出去有点事情，就先不打扰你和爷爷叙旧了。好的，奶奶，再见，老爸。老夫人，霍总，亲子鉴定报告结果出来了。
弟妹呀，有个女人带着女儿来咱们家老宅了，他们说是阿渊的老婆和女儿。什么？阿渊的老婆和孩子？是楠楠，妈，回老宅。好。希望你们会喜欢我送的这份大礼。你就是楠楠。爸爸，爸爸。妈，谨慎起见，用她的头发去做一个亲子鉴定吧。好。你很紧张，难道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？不是这样的，阿渊，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道歉。毕竟6年前是我把孩子带到霍家，又偷偷带走的。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带走她？我是拜托朋友把孩子送到霍家去，然后再给你们打电话的。只是当时林主任告诉我说，我不是癌症晚期，是误诊，所以我就让朋友把孩子偷偷带走，还是舍不得孩子的。那你现在为什么又把她带回来？因为楠楠每天晚上都哭着喊爸爸，同学们都嘲笑她没有爸爸，是野种。不管怎么说，孩子是无辜。阿渊，等鉴定结果出来了，哪怕是去母留女也好啊。我不要离开妈妈，不然我就死给你们看。怎么教的孩子，动不动用死来威胁别人？这孩子不在爸爸身边养着就是不行。霍总，老夫人，对不起，都怪我没有本事，没有办法给楠楠好的教育。如果你们实在容不下她，我现在就把她带走。站住！视若灵强，你倒是玩得炉火纯青，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。霍尘渊，你怎么能够这样说你的女儿？她是你唯一的孩子。看来你很清楚我的近况，就仗着她是我唯一的孩子才敢上门是吧？妈，也不用等亲子鉴定了。你6年前说她有个长命锁，带着呢吗？有的，有的，孩子带着呢。怎么是铜锁？怎么是铜锁？把这个给楠楠带上，然后去找霍尘渊。记住，他如果问你为什么是铜锁，你就告诉他没钱打造纯金的，加了部分铜。将来要是铜锁马上变成金锁的时候，立刻向我汇报。因为我那个时候治疗癌症，把钱都花光了。像我这样的底层人，打造出大半块金锁已经是极限了。哎呦，好了，不要再为这些小事争吵了。这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鉴定结果马上就出来了。老夫人，霍总，报告出来了。霍楠楠确实是霍总的亲女儿，不过霍财宝小姐和霍总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什么？哎呦，楠楠，真的是楠楠呐！阿渊，你终于找到楠楠了。爸爸，真乖。这些年来，受委屈了。财宝，过来。老爸，奶奶，回来啦。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休息好了吗？想老爸和奶奶了吗？这个阿姨和妹妹是谁啊？财宝啊，这个妹妹呢叫囡囡，她是从小啊意外走失的霍家的小姐，以后呢囡囡就是你的妹妹，可不可以呀？好呀，囡囡妹妹好，我是财宝姐姐。财宝好，我是囡囡的妈妈。听说你是一个没有人要的孤儿，没事儿，那你以后啊可以叫我妈。她不用叫你妈。谁说财宝是没有人要的孤儿啊？她只是失去了父母，你不要乱讲话。对不起阿元，妈，都怪我误会了。囡囡还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叫财宝姐姐，不然爸爸跟奶奶该讨厌你了。财宝姐姐好。老爸，奶奶。咦，老爸和奶奶是不是不在家呀？囡囡，你看，这些都是奶奶给你补的1至5岁的生日礼物，看看我们的团宠小公主喜不喜欢呀？谢谢奶奶的生日礼物。囡囡，这是霍家的一半家产，等你到了18岁就可以继承哦。囡囡，还不快谢谢爸爸？谢谢爸爸。真乖。老爸，奶奶，送的礼物喜欢吗？
爸爸、奶奶，你们在和妹妹玩什么呢？财宝来了，快坐奶奶这儿来。这个呀，这个是阿渊给囡囡一半的家产，那些呢是奶奶给囡囡1岁到5岁全部的生日礼物。想必财宝过生日的时候也收到过这些吧？霍财宝是吧？敢跟我女儿抢家产，我一定要让你像丧家犬一样滚出去！啊，财宝，难道你没有吗？哎呦，我还以为你上族谱的时候就得了一半的家产呢。行了，你要是不会说话，就把嘴闭上，没人拿你当哑巴。我之所以给囡囡一半家产，而是因为另外一半就是财宝的。财宝上族谱的时候已经上了生辰八字，7天之后他会获得相同的东西。阿渊，你还真是一碗水端得平啊！那这样太好了，那到时候财宝就不会觉得被冷落了，对吧，财宝？奶奶妹妹，这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，这是财神爷爷捡到我的时候送给我的见面礼，至今已经5年了，积攒了不少财运功德哦。谢谢财宝姐姐。哎呦，财宝好舍得哟！虽然这个招财猫是2手的，但也是财宝喜欢的老物件，那也就意义非凡了。可是呢，囡囡从小就被猫抓过，哪怕是招财猫，她也会很害怕的。这囡囡肯定是折腾困了，阿渊啊，快带囡囡去睡吧。好。奶奶也要你哄着睡觉，还要跟爸爸一起看灰太狼。好好好，都依你。奶奶，快走吧，奶奶。爸爸，你喜欢看动画片吗？喜欢。爸爸不是说不喜欢看优质动画片吗？阿渊当然是不喜欢的，但要是他的亲生女儿想看，他也就自然喜欢了。这个呢，就是亲生的跟非亲生的待遇，也就天差地别了。不过财宝你可不能伤心哦，因为啊，这原本就是不属于你的。囡囡吃饱了？今天表现真不错。奶奶，什么时候开饭？财宝肚子饿了。财宝啊，对不起啊，刚才囡囡醒来的时候饿得急，所以我们就提前把午饭给吃了。你这之前炼丹的时候几天都不出门，所以就没敢去打扰你。没关系，本来就不用等财宝。财宝，你快坐，我让阿姨给你留了饭菜，热一热给你端上来。谢谢爸爸奶奶。上菜。快，有我最爱吃的喜之郎果冻。奶奶知道你每餐吃饭之前呢，都要吃点果冻开开胃。奶奶还给你准备了山楂球。谢谢奶奶爸爸。这是我的果冻，这是我的果冻。囡囡，你怎么拿姐姐的东西？快还给人家！是我先拿的，那就是我的。这个果冻是写了你的名字吗？就是你的。吃吧，看看你吃不吃得下去。霍囡囡，我没把你打痛是不是？够了，动不动就打孩子。囡囡只是个小孩，财宝本来就是姐姐，就应该让着妹妹。是啊，财宝本来就是姐姐，就应该让着囡囡。为什么囡囡没有果冻？囡囡也想要。哟，囡囡哦，不哭不哭啊，囡囡，都是奶奶不好，下次啊，奶奶一定也给囡囡准备一份，好不好？爸爸，奶奶，可是财宝啊，你是姐姐，要大度啊，以后不要因为果冻这点小事儿再把妹妹弄哭了。你要是吃果冻，那厨房里多的是，想开100个都行。但是呢，我们是一家人，要和睦。知道了吗？是，知道了。财宝先回房间炼丹了。财宝，
楠楠妹妹，这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，这是财神爷爷捡到我的时候送给我的见面礼，至今已经5年了，积攒了不少财运功德哦。谢谢财宝姐姐。老爸，奶奶。爸爸带你去游乐园玩好不好？奶奶，为什么要把我的招财猫摔坏？这是师傅送给我的见面礼，你不喜欢你可以还给我，但是没必要把它摔坏啊！爸爸，财宝，你不要再为难囡囡了，她真的很害怕猫，包括像你这样的招财猫，她也害怕的。你之前就强行塞给她，她就是因为太害怕了，所以不小心给她摔碎了。要不阿姨再重新送你一个好不好？爸爸拿走，爸爸。不是，这个招财猫是有法力庇护的，除非用锤子砸才会碎。财宝，我知道你对囡囡有意见，但是她真的害怕猫咪的任何形态。如果你非要让她给你道歉的话，阿姨给你下跪好不好？阿姨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够了，财宝，如果这个招财猫对于你来说非常重要，那你就不能随便送给别人。既然送给别人，别人怎么处理是别人的事情，你不该指责他。爸爸带你走。哎呦，财宝，快起来！不哭啊！爸爸呢是关心则乱，他看见囡囡哭了，所以才着急了。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，好不好？等奶奶给你买一大堆的招财猫。奶奶，不是这个事情。哎呀，财宝啊，这不管什么事儿，你都练了这么久的丹了，还没有吃饭吧？奶奶带你去吃饭。奶奶呀，可给你准备了好多款的果冻呢。果冻，谢谢奶奶。那咱们吃饭去，好不好啊？我们小财宝不哭了。走啊！来，坐着。来人，把各式果冻都拆开一个，拿过来。谢谢奶奶，财宝很喜欢吃果冻，那财宝就开动了，吃吧。好，呀，小朋友吃这么多零食对身体可不好。这些果冻都是我找厨师亲手做的，不是外面买的，很干净。财宝，不好意思啊，爸爸刚刚不是想说你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。好，谢谢财宝的原谅，慢点吃啊。囡囡，干嘛老盯着财宝姐姐啊？奶奶很羡慕姐姐，一直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果冻。是啊，都怪我没有本事，让我们囡囡跟着我一起受苦了。不像财宝，这果冻堆成山呀，都是囡囡的梦。不像你，早就习以为常了吧？没有啊，财宝小时候没有爸妈，被财神爷收养后就一直住在财神庙，饿了就吃仙桃，渴了就喝仙露，被奶奶收养后才吃到这么好吃的果冻。这样啊，财宝才被收养几天，你不用为囡囡感到不公平，他们都是我的孩子，以后我的财产他们各有一半，谁都不会少一分的。是啊，这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我们霍家绝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孩子。何况从财宝来了以后，我们霍家都开始转运了，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对不起他。这样太好了。霍家居然这么维护财宝，看来得逐个攻破霍尘渊和老夫人，才能赶走财宝。囡囡，来，妈妈喂你吃果冻。来，
楠楠，下去坐着吃。可恶，自己吃吧。阿渊，你来做什么？阿渊，楠楠没有弟弟妹妹，一个人好孤单呀。我们给她生一个弟弟妹妹好不好？阿渊，你怎么能够这样对我？对不起，我暂时没有这方面的想法，而且我当年也是被人算计才跟你发生关系的。可是阿渊，就算是为了楠楠，我们也应该有个完整的家。你可以一直住在霍家，没人知道你不是霍家主母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来人，送沈小姐回房间。是，少爷。哼。果冻吃多了，我想上厕所了。霍晨渊根本就不近女色，而且他跟那个死老太婆还极其维护财宝，我根本就没有办法下手。如果那个死丫头把霍晨渊的腿治好了，我们全部都得完蛋。他在跟谁打电话？为什么老爸的腿好起来，他们就完蛋了？谁在哪儿？谁在哪儿？这个阿姨带我吃了2次亏了，我如果直接告诉老爸，老爸肯定不会相信的，还是等抓到证据以后再说。穷神已经快扛不住了，老爸再吃上几颗辟邪转运丹，穷神就会彻底灰飞烟灭，到时候老爸就可以站起来了。我右脚上面好像绑了100多斤的沙袋，但是好歹还可以动。谢谢你了，财宝。不客气哦，老爸。霍总，下周有个非常重要的会议需要您出席，这是相关文件。知道了。对了，霍总，霍君临上次在拍卖会上辱骂了小小姐，被您开除了，但流程还没走完，就被抓到精神病院去了。怎么回事？听说他在拍卖会上损失巨大，害怕没法在家里交差，就网上赌博，结果被杀猪盘骗光了所有资产。他接受不了现实，就跑到大街上去裸奔，最后被抓到精神病院去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下去。这就是你说的反噬？对，但是还没到最终反噬，最终反噬是在死的时候，一定很惨很惨。不行，我绝不能让君临出事，更不能让霍晨渊站起来。霍晨渊，既然你不肯偏向楠楠，那就别怪我心狠了。霍家的财产只能都是楠楠的，财宝这小贱人绝不许拿走半个子儿。喝粥了。
给。楠楠，爸爸抱着你不方便，你喂爸爸喝。老爸不要喝。妈妈在呢。财宝，你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害人楠楠？老爸，这碗粥有煞气，我想救你。煞气？什么煞气啊？我只知道你故意把这个粥打翻，差点把楠楠烫伤了。居心何在啊？我当时太着急了，只想救爸爸。对不起，阿姨，不是故意的。对不起有什么用啊？你看，楠楠她已经受伤了。财宝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老爸，你什么你啊？你再怎么狡辩，再怎么撒谎，楠楠她已经受伤了。她现在可是霍家真正的千金，你赔得起吗？够了！阿渊，我只是心疼楠楠。财宝也只是个孩子，你让他把话说完。财宝，你告诉妈妈，这个粥真的有问题。对，这里面加入了逆转符水，老爸要是喝下去，辟邪转运丹就会变成巨邪夺运丹，届时不仅性命不保，死后灵魂会被拘，永不超生。什么逆转符水的，我根本就听不懂。再说了，你是楠楠的父亲，我怎么会害你呢？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，行，这个粥我来喝。这逆转符水只针对我的辟邪转运丹有效，对普通人没有副作用。你可真能说呀！你说什么都是对的。爸爸，姐姐是不是疯了？明明是她撞伤的，她还要欺负妈妈。我看她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妈妈，所以想让楠楠没有妈妈。够了，财宝不是这样的人，这件事情到此结束。老爸，你还是得把下这逆转符水的人给抓出来，不然这人还会有第二次的。财宝，老爸知道你是为了老爸好，但是呢，楠楠和他妈妈是爸爸的家人，他绝对不会害爸爸的。如果下回再有这种事情，你绝对不能拿符纸伤害楠楠，听懂了吗？财宝啊，不哭啊，不哭啊，带你出去散散心。财神爷爷，财宝，这孩子受点委屈，麻烦您开导开导他吧。好啊，老夫人，没事了，这里交给我吧。好的。哎呀，财宝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有人欺负你？就是老爸不相信我的话，我明明看到沈阿姨的八宝粥里有煞气，但老爸不相信我，沈阿姨也指责我，说我嫉妒楠楠有妈妈，就做坏事。原来是这样，不过财宝不要难过哟，有些真相难以让人相信，有些人沉迷于假象，只有吃亏的厉害才明白过来。瞧，你老爸呀，迟早会后悔的。什么假象？什么沉迷啊？我刚刚没发现你使用幻术啊。哎呀，不重要，没关系，等时间长了，自然你就明白了。不过财宝啊，你在这里不开心，就跟财神爷爷一起去做任务吧，给穷人去散财如何呀？可是老爸的腿还没有彻底站起来，金锁也没有完全被点亮。财神爷爷知道你的选择了，随便你吧。但是只要你想离开，随时跟财神爷爷说，财神爷爷啊，随时带你离开。谢谢财神爷爷，财神爷爷最好啦。财宝，老爸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奶奶和他们呢？奶奶和沈阿姨送楠楠去就医了。财宝，刚才是老爸不对，不该看到楠楠受伤就怪罪你，还有上次果冻的事情，那就是楠楠的错。但是老爸觉得他和他妈妈在外面吃了几年苦，就偏心了。财宝，对不起了，你可以原谅老爸吗？嗯。
财宝最乖了，老爸答应你，以后绝对一碗水端平，好不好？好。大家早早早！财宝，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？昨天睡得很香很香。财宝啊，来坐奶奶身边。好嘞。老爸，你手上的佛珠是从哪里来的？哦，这个呀，这个是昨天囡囡就医之后去上香，特地给老爸求的。老爸，快摘下来，这样你的腿站不起来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的佛珠也会让我残废了？我看你就是嫉妒我们一家3口甜蜜蜜。这是亲子佛珠手串，难道还要给你外人准备一份吗？你又不是我亲姐姐。财宝啊，这个串珠呢，是奶奶亲手穿的。你看，奶奶也有一串，你会不会是看错了？我没有看错，奶奶。这个手串会对你的运道有影响的，之前被赶走的霉运也会被招回来的。财宝，你如果容不下我们的话，那我们走好吧？奶奶，我们走。是妈妈不好，妈妈就不应该带你到这来，他们都容不下我们。走，够了。没事了啊，财宝，囡囡她跟你不一样，她只是个普通小孩，就算这个佛珠有问题，也跟她没有任何关系，她是不会害我的。财宝确实懂一些玄学，但是他对你没有任何恶意，我们可以原谅他吗？啊？那我们这个佛珠还带吗？带，为什么不带？这个是囡囡磕了100个响头，诚心求过来的，我不会摘下的。谢谢爸爸，我也会好好带着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坐下吃饭吧。财宝呀，吃饭啊。站住！囡囡妹妹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闭嘴！谁是你妹妹？你就是个乞丐！你赶紧滚出我家！哼！囡囡妹妹，你没事吧？这不是我的考核所吗？怎么会在你这儿？妈妈，我的锁，爸爸姐姐追我。囡囡，死财宝，想害死囡囡是不是啊？还给我的锁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！这是我的锁，我没有抢他锁。妈妈，我的头，水。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？你撒谎，明明是你抢了我的金锁，姐姐还要抢走奶奶和爸爸，就是抢了我的金锁。财宝，你就是天生的坏种，就算他抢了你的金锁，你为什么把他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？你是不是想让他死啊？财宝，这回有点过分了。老爸，我没有。我不想听你说话。囡囡，爸爸带你去看林主任。哎，还痛不痛啊？明明是我的锁。财神爷爷，哟，财宝怎么了？哭丧着脸。财神爷爷，我想离开这个家了。当真？他们一家带着手串，老爸和奶奶都不相信我，我好多余。哎呀，财宝，好财宝哦，你的债也还得差不多了。走，跟爷爷去做任务去。等回来时机成熟了，再回来完成你的任务，好不好啊？好，不过财宝想留一封信给他们，不然不礼貌。好，好，好，爷爷都听你的。
财宝，财宝，走吧。阿渊啊，既然楠楠只是受了点惊吓，那我就先上楼去看看财宝，他肯定还在难受。好。财宝就是个有娘生没娘养的，难调教。如果楠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一定不会放过她的。财宝还只是个孩子，何必这么苛责？我带着楠楠先上去休息，我还有事情要办。这，楠楠，楠楠竟然撒谎！我误会财宝了，真该死！财宝受这么大委屈，全家竟然没一个人相信他。财宝，阿渊，妈，不好了，财宝他走了，这是他留的信。奶奶、老爸，对不起，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。虽然咱们相处的时间很短，但奶奶和老爸是财宝生命中重要的两个人。虽然从楠楠妹妹来以后，财宝就显得很多余，但如果财宝走了，能让这个家庭更和睦，那么财宝是愿意的。最后祝奶奶和老爸长命百岁，万事如意。一些给名单都列好了，放在抽屉里，你们记得按时吃哦。财宝有空还会回来看你们的。那个水川真的有问题，不能带。财宝走了。是我偏心才把财宝逼走的，是我误会财宝，他才会走。是我没保护好财宝，他可是我们两个人的救命大恩人。你说我怎么会就因为没有血缘关系冷落了他呢？财宝肯定是跟他的财神爷爷一块走，他们一老一小在外面肯定会受欺负，我们快点接他们回来。对，儿子，我和你一起去，咱们把财宝接回来，跟他道歉。阿渊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不好了，快来人呐！少爷晕倒了。阿渊，你醒了。楠楠，爸爸醒了。爸爸，财宝呢？财宝还没找到。哎呦！我的腿！阿渊，没知觉。阿渊，别着急啊，完全没知觉。林主任说了，你这是急火攻心导致的后遗症，很快就会好的。一定是我错怪财宝，是我的问题，是我错怪财宝。找到财宝，我要跟他道歉。放心，财宝一定会找到的。现在当务之急是先治好你的腿，我一定帮你找到财大师，让他来给你看腿。艾玛，那个财大师我认得，因为我之前就在庙里做义工，到时候啊，我就把他老人家请过来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。那太好了，就拜托你了。没事，谢谢你。一家人不谈谢字。这医院细菌多，那我带楠楠先回去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走。啊，你们回去路上慢点，注意安全。哎，放心。妈妈，和我一起看动画片吧。死远点儿，别坏了老娘的好心情。终于把那个小丧门星给赶走了，以后这霍家就是我的了。君临，怎么是你啊？怎么，大嫂不希望我来啊？你都不知道，我把那个小丧门星赶走费了多大的劲。你这突然滚回来，要是被发现了，我可就功亏一篑了。那不会，霍尘渊那个废人在医院，老太婆势必要守着，他们回不来。而且我今天是带着任务来的，继续把这个逆转药水下到他们吃食里，不出3天，霍尘渊就得见阎王。不行，那如果人死了，尸检出了问题，第一个查出来的人是我。别想节外生枝，你可别忘了，那个丧门星随时都可能回来。如果霍尘渊站起来，就算他们不知道丧门星是他女儿，丧门星的地位也会超过楠楠。
是啊，我可不允许霍尘渊继续受财宝的恩情，更不能允许他回来跟丹丹抢家产。所以霍尘渊必须死，只有他死了，这一切才会是我们的。放心，为了我们一家3口，我一定完成任务。妈，有找到财宝吗？还没有消息，这孩子可能被伤透了心，说不定现在已经离开龙城了。都是我不好。阿渊，不能这么说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。现在妈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身体。你看你现在昏迷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林主任说你的腿可能有血肉枯竭的迹象。没事吗？车到山前必有路。如果有天我不在了，你一定要按照遗嘱把财宝找回来。霍家一半的财产是他的，这是我答应他的。好你个霍尘渊，这个时候了，惦记那个丧门星。既如此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财宝，你在哪儿？老爸很后悔那样对你。妈，阿渊，给你们煲了老母鸡汤。你们趁热喝。远晴啊，财大师什么时候来啊？阿渊的腿等不起了。找财大师看病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幸好我们的关系还不错，说是7天之后啊就帮阿渊看病。好，好，好，阿渊啊，再坚持坚持。哼，喝下这碗汤，今晚就是你的死期。7天后来参加你的头七吧。财神爷爷，一会儿我把丹药给老爸和奶奶送去，然后我就跟你回龙城去别处做任务。你不用担心，就算你奶奶和爸爸手上戴着那招邪减寿的手串，以你练的9死回春丹，也能解救他们。这次我帮你把穷神赶走，这样你的任务就彻底完成了，你呀就不用再回来喽。你听说没？这霍氏集团继承人马上就要变更了，真是可惜了霍尘渊这么顶尖的人才，居然活不过今晚了。依我看，这都是命，半点不由人啊！小姐姐，等一下，你是在说谁？熬不过今晚了？霍氏集团总裁霍尘渊啊，你认识？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啊！老爸就算戴了佛珠，寿命也不会减成这样啊！小朋友，你就是霍总的女儿啊，赶紧去888病房看你爸爸最后一眼吧。他刚从 ICU 转出来，你奶奶的病情也很糟糕，估计也就这2天了。不要，奶奶爸爸！财宝，别跑，别跑！奶奶，老爸，奶奶，老爸，怎么回事？我走的时候还好好的。不好，是邪祟入体。奶奶，老爸，财宝不会让你们出事的。该死的女娃子，竟敢坏我的好事！我要你完蛋！财宝，财宝！哎呦，财宝，你快醒醒！财宝，财宝！财宝，老不死的和霍尘渊都已经快成植物人了，结果这小丧门星又把人救活了，该死！来人啊！我女儿晕倒了！财宝，你快醒醒，别吓唬奶奶！孩子出血过多，必须马上手术。你们谁人手莫急？我是，我也是。太好了，
都跟我走，各收一部分，就够孩子用了。走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不是跟你说了，让你把霍晨渊弄成植物人的吗？他怎么又醒了？什么？他醒了？那我岂不是……关键是弄醒他的还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小丧门星。你如果不想让霍晨渊知道你调换亲子鉴定的事，那你就最好让他死在书写过程中，要不然我们都完了。你这是教唆杀人！那你就是宁可死了。好，我做。住手！霍总饶命啊！是沈远清让我这么做的，不然他就要害死我。是吗？今天如果不供出主谋的话，我就把你们两个发配到非洲当包浆。我说，霍总饶命，是他让我往小小姐的血袋里注射艾滋的，不然他就要把我提挂小小姐亲自报告的事情说出去。蠢货，你怎么全招了？什么？调换亲子报告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快说！其实财宝小姐才是霍家的真千金，楠楠小姐是假冒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沈远晴，可你为什么要害财宝啊？她可是你的亲生女儿。那丧门星才不是我女儿，她是我闺蜜苏小美的女儿。我好不甘啊！当晚在帝豪酒店值班的人本来是我，要不是她替我值班，跟你上床的人就是我，那我女儿就是霍家的继承人。你简直是丧心病狂！是你要人家替你值班的，反过来你还责怪人家，那又如何呀？凭什么那个蠢货就能轻松拥有这一切，而我只能羡慕他？所以呢，我就伪造了癌症晚期的证明，给他注射了艾滋，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你贱人！所以财宝也是你偷走的？对，都是我做的，我还给你们下了逆转符水，让你们都变成植物人。就凭你这个猪脑子，就算能想到这些阴招，也没有那么大财力收买林主任。你要是今天不供出主谋的话，你信不信我让你农村一家全部跟你一起倒霉，让他们过得连乞丐都不如？不要伤害我家人！我说是霍萧大叔公，怎么会是他？大叔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蠢货！本来大家都穷得好好的，你们突然白手起家，还一夜成了华国首富，你让他们怎么想啊？这一家子白眼狼，我们对他家可是颇有照顾。那又如何呀？人本来就是这样，嫌你穷怕你富。你们要是大富大贵，你们就别怪别人夺运。你霍萧是怎么联系到你的？还有楠楠脖子上的长命锁，难道也是他给你的？对啊，他说凭借这把锁就可以让楠楠大富大贵，而且楠楠本来就是你们霍家的种，只是他是霍君临的种。混蛋东西！你竟然为了一起私欲，算计财宝，算计我们一家，把他们两个蠢货给我发配到非洲去！是。不行，霍总，我还要照顾楠楠啊！而且他不是还叫过你爸爸吗？霍总，带走！松手啊！霍总，财宝，对不起，是爸爸没有保护好你，让你受这么多的伤害。等财宝醒过来，咱们一定要好好补偿他。我还是来晚了呀，这小兔崽子跑得太快了。财神爷，你快救救财宝吧！是啊，财神爷他已经昏迷好久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能活就好。财神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金锁呀，本来是财宝的考核锁，只要全部都变成金色，
财宝的功德呀就已经攒够了，他倒无所谓，怎么都能活。只是你们两个有2个选择呀。哪2个选择？财宝之所以跟你们有缘，是因为你前世拿命换过他的命啊。财神爷，求求你让我女儿财宝好起来，只要这辈子能吃好穿好健康成长，我愿意生生世世做乞丐，我愿意用我这一条命来换。财宝，老爸，我只是你捡来的，不值得你这样。财宝，你是老爸的女儿，永远都是啊。老爸，财宝要上天了，你以后要好好生活，要是有下辈子，财宝要真的当你女儿，就算再当乞丐也可以。老爸，再见了。财宝，财宝，财宝，财宝！原来财宝上辈子就想当我的女儿，难怪财宝受了这么多的苦，这就是所说的一语成谶吗？也不算吧，毕竟霍尘渊后来把自己的大富大贵的气运送给财宝了，所以财宝才能飞升当小财童啊。不过现在能不能继续留在人间，就得看霍尘渊的了。言归正传，既然你已经知道财宝跟你前世的羁绊了，那选择就来了，你是让她飞升呢，还是让她继续做你的女儿？如果活在人世间，可要用你的寿命来兑换，那比例可是1比1呀。什么？1比1兑换？你是说拿阿渊的寿命换财宝的寿命？是的，而且是不可逆的呀。你准备用多少寿命分给财宝啊？我这把老骨头已经活腻了，有我的话，我愿意拿出所有的寿命都换给财宝。老夫人，你老了，寿命不值钱了，最多能活到100岁，还有19年的寿命，折算下来只有10年了。那我也愿意，财宝这么好的孩子还救过我，哪怕要我现在去死，我也愿意。不，妈，我舍不得你，更舍不得财宝，还是我来换吧。财神爷，我还有多少年的寿命？你今年30，按常理来说，你只能活到70岁，还有40年的寿命。那我给财宝分39年的寿命。阿渊，财宝现在5岁，39年之后44岁，这39年的期间啊，19年有奶奶陪伴，19年自己养一个小孩，也算有个精神依靠。既然你是这样算的，那我也就帮帮你们吧。吃吧，吃了财宝会醒过来的。阿渊，财神爷爷、奶奶、爸爸，你们怎么都在这？财宝，你终于醒了，财神爷没有骗我。财宝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老爸，财神爷爷跟你说什么了？什么没骗你？没事。奶奶，真的没事吗？真的没事儿，财宝放心啊。你们都瞒着财宝干什么呀？财宝也有知情权的。财宝啊，你老爸还有40年的寿命，给了你39年哦，可以让你继续在人间积攒功德，还可以延续你老爸的寿命哦。什么？还能续命？当然了，我们的小财宝啊，可是小神仙呐，他积攒的功德呀，能给霍尘渊续命啊！谢天谢地，谢财神！这回我的阿渊终于可以陪着财宝一起长大了。
老爸，你怎么对财宝这么好？你把剩下的寿命都给财宝了。因为老爸最爱财宝，也最舍不得财宝。一家子团聚是好事，就不要哭了。对，不哭，我们都不哭啊！老爸放心，财宝以后一定尽全力造福穷人，给天下人送财，这样积攒的功德就能兑换老爸的寿命啦。我一定要让老爸长命百岁。好，那老爸跟财宝一起给穷人送财，一起积功德。好呀，老爸，自己散财会获得更多功德哦。好，那以后啊，老爸就和财宝一起积功德，给穷人送财，一起长命百岁。好呀。对了，老爸，奶奶、妹妹和沈阿姨他们怎么不在这？不用管他们，他们都是坏人，被抓起来了。以后我们霍家就只有我们一家3口。好。财大师，你什么时候有空去龙城霍家看病啊？你再不去，霍尘渊就得去地府报道了。龙城霍家？哪个霍家呀？不会是您吧？财大师，你就是昆仑山下来那个包治百病的财大师。哎，包治百病不敢说，不过我手机里确实有一个霍家的人，我打电话试试。喂。所以找我给儿子看病的人是您啊？财大师，是我。哎，那财宝是财大师的爱徒，那财宝岂不是送财童女了？啊，对呀，你瞧瞧我们，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好呀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那我岂不是要离开老爸和奶奶了？傻财宝啊，你爸爸站起来的时候啊，你的任务就完成了。不过你老爸给你续命了，你还是可以留在人间，跟老爸过完这辈子，然后再飞升。太好了，又可以跟老爸和奶奶在一起啦。乖财宝，咱们啊，就是要一家人整整齐齐的。以后啊，老爸只宠你，爱你，让你当一辈子的小公主，好不好？谢谢老爸，谢谢奶奶，谢谢财神爷爷。